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拉美、在欧洲都比较著名的一起事件啊。但是这个事件呢，在中文媒体啊，或者说中文的自媒体都看不到啊。我们也是就是在看意大利的一些文件啊，我们就看到了啊，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我们当时看这个事件的主要的原因呢，是想看一看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啊两个国家做一些比较，他们的在什么人权啊、自由度啊方面的啊，因为没事我们就比较喜欢看这方面的内容。那这个事件呢，讲的是一个在波多黎各啊，波多黎各是一个美国的海外领地啊，在波多黎各呢，一个选美皇后啊，她呢就是花了300万美元雇佣了一个杀手，把她的结婚只有6个月的丈夫呢就给杀害了。杀害了以后呢，这个选美皇后呢，她就从波多黎各逃走了。逃走了以后呢，她就逃到了欧洲，先逃到意大利，然后逃到西班牙。反正她前前后后一共逃了10几年啊。就这个事件是从2005年开始，然后一直到2019年，她才就是最后把她抓回去，然后判处终身监禁啊。那么这个事件呢，就完全是靠我记忆就是来讲述的啊，所以可能当中并不是这么的顺畅啊。首先呢，他们两个人呢是在2003年认识的啊。这个女的呢就是波多黎各的一个选美比赛的冠军，但她那个选美比赛呢，她跟就是我们想象的什么世界小姐啊或者环球小姐啊就不太一样。她是一个波多黎各当时本地的一个小身材的一个选美的比赛。那么这种小身材的选美比赛呢，就可能他们因为波多黎各还是拉美血统嘛，就这种身材不是很高啊，但是他那种就是胸啊或者臀部啊这种曲线就特别的性感的那种。那么这个女的呢，当时是获得了冠军。获得了冠军以后呢，也算是一个名人嘛，对吧？就交际在这种社交场合。那么这个男主角呢，他叫亚当啊，他呢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国籍，但其实他是一个犹太人啊，犹太人。那么他呢，反正在犹太的这个家庭里面，他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啊。我估计啊，就这个文件啊，所有的文件没有对他家族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个人的家族啊，从后面的这个事件来讲，这个人的家族应该是挺有背景的。反正呢，他从小也是在一个好的教育的背景，然后呢，他就30多岁吧，才32岁啊，就30岁左右，他就到了这个波多黎各。在波多黎各呢，他从事2个业务啊，一个呢就是房地产，一个呢就是网络游戏。那么他的资产呢，在那个时候呢是有3000万美元，2400万美元，讲错了，2400万美元。那么他呢就在一个社交场合，他就认识了这个选美皇后啊。这个选美皇后呢，她叫奥雷亚啊。然后呢，他们在社交场合就遇到了。按理说啊，就一个身价几千万美元的富豪，对吧？就尤其这么年轻啊，那应该来说也是阅女无数的，对吧？就肯定不是说单纯的这种没有见过女人的那种啊。但是呢，就他还是在2003年的时候，他跟这个女的认识。然后呢，他们就谈恋爱。谈恋爱呢，在2005年的时候啊，就2005年初，然后这个女的就跟他说，我怀孕了，然后呢，因为他说我们家全是天主教徒，因为这个地方呢，
波多黎各呢，虽然它是美国的海外领土，但其实它还是拉美文化比较多的，对吧？就它其实是个南美文化啊，基本都是信这个天主教的，对，和西班牙一样。然后呢，她就说怀孕了要跟这个男的要结婚。那么这个男的呢，他就答应了，他说那行吧，既然你怀孕了，那我们就结婚啊。然后呢，他们就要签署一个婚前协议。这个婚前协议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男的呢，他有2400万美元的财产，这个女的大概有5万美元的财产，那么他们的这个婚前协议呢，就说如果他们两人是离婚，那么这个男的就只给这个女的30万，大概还是多少钱，就美元。如果是这个男的去世了，或者这个女的去世了，那么他们就要获得对方的30%的财产。30%的话，算上差不多就要有800万。对，800万美元。然后呢，他们就结婚了。那这个事情呢，这当中有一个点啊，我认为也是他们的转折点。就是这个男的他是犹太人嘛，他们是信犹太教的。对。犹太教，所以呢，他们一般不太会跟外人、别的宗教的人通婚，你知道吧？所以呢，这男的他就没有告诉他家里面人，就等于他是悄悄的跟这个女的就结婚了，两个人就办了一个登记。然后一结婚以后呢，这男的也很慷慨嘛，就把这个女的还有他这个家里面的人全部都接到这个他们的在那边的大的这种别墅里面居住。但是可能呢，就是生活习惯啊，或者说怎么说呢，就像在中国也是的，对吧？有些富豪结婚或者有钱人结婚，找了一个相对女方家庭条件差的或什么的，就怕人家带一堆什么亲戚啊、穷亲戚啊，家人全来了，对，家人全来了，就有这么点意思，我觉得啊。然后呢，就这女的反正就家人全来了呢，这男的后来就受不了了。受不了他就搬走了。搬走了以后呢，又发现这女的其实没有怀孕。他骗他的。对，这女的是骗他的。骗他呢，这男的就受不了了嘛，受不了了，他就跟他说我们要离婚。这个时候其实他们结婚才4个月。这男的就开始跟这个女的说要离婚了就2005年初结婚，那么也就2005年的差不多5月份左右吧，他们就开始要离婚了。这女的就不肯离。一方面呢，就是她肯定想，就是这个这么大一笔财产，对吧？离婚我就分30万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她家族有关系，你明白吗？就我觉得她家里面的人肯定是推动她什么。反正就别跟他离反正就想尽办法，就从这个男的身上多搞点利益吧。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个女的就跟他不肯离呢，他们就谈判。这个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其实已经跟那个他的朋友说了，他说我很害怕，他说我不敢跟他见面，他说因为这个女的以前反正跟毒贩还是就他的社会背景是很复杂的，你知道吧？因为你看这个，就是有个那个剧叫什么，那个毒枭吗？毒枭里面就是在毒枭墨西哥这一片里面，就是有个矮子嘛，矮子后来当老大了嘛，他就是他的情夫就是一个那个选美冠军。对，就是他是在下面，就是说选他就选他，后来就给他选了，你知道吧？就他们是资金去扶持的。所以这男的有点害怕，他觉得他不敢跟那女的见面。然后呢，后来这个女的就跟他说他说没事的，他说我们这个离婚的事情也不可能就是电话里面3言2语，对吧？就能够谈好的。他说我还是想慎重的跟你见面聊一聊，吃个饭。他说地点呢就在我们的餐厅，因为这个餐厅是这个男的给他买的，知道吧？而且就在闹市区，在他们的就是市中心里面。那个男的想应该也没事吧，对吧？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那天保镖也没带，
吃完饭呢，他就跟这个女的在那个他们那个饭店边上散步。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凶手，这个凶手呢就是把这个男的刺了2刀。刺了2刀以后，还拿一个大石头把他砸死了。然后这个男的呢，就当时还在说这个女的快跑啊什么的啊，他不知道，对，他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个女的呢，她也在那个案件里面呢，就是受伤了啊，什么反正当时媒体拍的还有什么救护车啊，把她给抬走了什么的。然后呢，这个事件就一下子上了那个当地的火爆新闻，因为这个男的他是一个富商嘛，而且他们肯定是有犹太家族的这种势力，怎么说，就有点像这种咱们这里的这种什么中国商会啊这种组织吧，反正就在当地啊施加影响力什么的，要求快速破案。那么很快的呢，这个案子就破了，抓了一个人呢，判了他105年，但是呢，他爸爸呢也是个犹太人了，对吧？对，他爸爸是一个律师，就是对这种案子什么的，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他爸爸就一看觉得不太对劲啊。首先呢，就是我儿子结婚没告诉我，对吧？然后呢，找的这个女的呢，又是一个可以说是异族女子，对吧？因为他们宗教不一样，就不是同类。这就觉得有点怀疑了。然后呢，再看看这个女的家里面这个背景，对吧？这种什么选美皇后啊什么的，啊，说白了，对这种犹太家族这种上层社会来讲，就这种什么选美皇后这种人，他们是内心里面其实是瞧不起的，知道吧？就不会跟这种人结婚的。然后呢，又是儿子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个案件呢，又这么快的侦破了，人被杀了。居然没有就是抢钱包啊，抢什么，就什么东西都没遗失，只是人死掉了。那么他就觉得奇怪了，知道吧？然后呢，反正不知道他们是背后怎么运作的，怎么弄的。那么马上就说这个案子，就当地的政府拨动了一个当地的政府，因为他是自治的嘛，所以他本来是先开始他当地政府去审这个案子，就说之前那个人抓错了，不是这个人而是另有其人。然后呢，美国这边就派 FBI 来了要重新就是进行调查什么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女的她就开始逃走了她一看这个事情不对了嘛，她就开始逃走了，调查起来了调查起来，她逃走了。她呢先逃到那个意大利，逃到意大利以后呢，她就对这个男的父母进行了起诉。为什么呢？就是他当时手里有一个婚前协议嘛，他跟这个他前夫不是前夫，就是他被杀害的这个还没离婚的这个丈夫，他有个婚前协议他有婚前协议，他说你看现在就是你儿子死掉了，当时我们签的婚前协议，那$2400万里面财产30%，800万美元你要给我，对吧？但反正他起诉的一共是要900万。我估计还有律师费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但是呢，他这个起诉呢也很奇怪，他人不在，他是委托的什么律师团队，然后人又逃到那个意大利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那个男的父亲，他肯定就是一下子就更更怀疑了，对吧？就是我儿子死了，你一点没有什么伤感的，然后又那个，我要说就。其实到最后这个女的能被抓住主要还是这个男的他家里的背景，就是他的父亲因为你想正常的情况，就一开始如果我们是普通人，比如说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在前面说抓了一个人105年被判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可能什么美国 FBI 又介入了，对吧？第二点就是这个女的逃到意大利去了，正常情况这个事情也结束了，就找不到了嘛，对吧？就是 FBI 虽然要查案，但是就也很慢，就也不可能就是说 FBI 就盯着你这个人去查，对吧？而且这种事情说白了，并没有就是非常明显的破绽他们这个事情里面。然后呢，这个女的逃走了这个男的爸爸
就雇佣了意大利的律师，哦，欧洲的律师，他每天给就是$1000的律师费用，可能就是侦破案件以后还要给他多少钱，就每天反正就那个生活费给你$1000，$1000，$1000，你想在2005年，对吧？$1000一天，一个月3万美元，一年就是多少钱？36万美元啊，就是36万美元，只是让你去侦查一个女的，对吧？所以呢，就在他爸爸的就愿意花这个钱的这种情况下面，那个律师肯定就像一条猎犬一样呀，就死咬着这个女的不放就拼命侦探，然后呢，也就侦探到了这个女的呢，她原来就是到了意大利，到了意大利以后呢，她躲在那个地方叫什么城市来着？佛罗伦萨。她躲在佛罗伦萨。她躲在佛罗伦萨呢，就是她找了一个当地的老实人，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对吧？就跟她结婚了。那么这个女的，就毕竟她是选美皇后嘛，而且我觉得她迷惑男人有一套的，不然她怎么会之前那个富翁怎么会跟她在一起，是吧？所以她很轻松的就把这个司机给拿下，跟她生了2个孩子。生了2个孩子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一路的侦查之下呢，就美国这边已经发现了他的 FBI 进来多厉害，对吧？就调查了几年了嘛，已经发现了他的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呢，就是他请了一个凶手刺客，那个刺客呢就是给他们家人写信，说要300万美元因为当时这个女的承诺就是要给他300万美元去杀这个她的前夫。不得不说，就是他愿意花这个大的血本的，对吧？300万美元啊，但是问题是他没钱啊，因为人家也还没拿到钱他根本就没拿到钱，所以就是我觉得就这个人他的智商有点问题，你知道吗？对，他也没钱，他自己就5万美元，对吧？而且已经跑路了。就你要是我是这个凶手我是如果被他雇佣的那个人，我肯定也他妈不写信了，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曝光了嘛，就已经之前抓了一个人了什么的，就而且现在还在审查，而且那个女的又跑路了，这个男的居然写信，凶手说要300万美元，当时呢就是 FBI 呢就收到了这封信，要找那个女的回去就审查这个案件了，对吧？我觉得呢已经就是其实也固定了很多证据了，因为那个凶手在波多黎各，还有呢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还有他的家人嘛。肯定对他家人也进行了用了手段的去查什么，反正查到蛛丝马迹了。那么这个女的呢，她就跟那个人结婚了以后呢，这个美国这边就向意大利要求引渡她。要求引渡她呢，这个事情已经上了就是欧洲的一些媒体了，对吧？这个时候牛逼的地方就来了，这个女的呢，她就开始说什么她是欧盟公民的2个孩子的妈妈说我如果这个回到波多黎各，他们一定会判我死刑的，因为美国有死刑啊。他说这个事情我是被冤枉的，什么什么，反正就又申请什么政治庇护这种各种一堆，对吧？那么美国呢就跟意大利这样耗着，意大利反正那边就是不同意，一直驳回不同意反正就拖。但她的老公就是出租车司机嘛，一看就吓坏了呀，对吧？觉得就是不能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呢，她老公呢去跟她打官司，把那2个孩子的抚养权、监护人的权利弄到了自己的就是名下面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虽然媒体上没有说但我认为就是这个事情是，就是那个富豪的爸爸找的私家侦探做了功夫的。你知道吗？就正常，如果比如说你是那个凶手，那个女的，我跟你已经有2个孩子了，就我也不可能说什么我跟你去打官司，然后把孩子，就肯定我也想你活着，知道吗？就我肯定就毕竟你是孩子他妈妈，我肯定会救你一命，对吧？就是说我可能跟你不敢在一起了，对吧？但是就是
就是我肯定不会说我去跟你什么打官司把抚养权拿下来，而且一个司机我觉得他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主要肯定是这个背后这个私家侦探反正动了这个力气的。然后呢，那么美国这边又说，哎，这个女的她现在不是这个孩子的妈妈了，孩子有人就是有人监护了啊，就我们要引渡，但这个事情呢还是拖着，这意大利就是不放啊，所以说意大利啊对这个女性的保护，对这个人权啊，它的这个在欧洲这边反正还是跟美国不一样啊。然后呢，他们就想办法啊，怎么就是把这个女的给搞走啊？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他们达成共识了啊，就美国的 FBI 和波多黎各这边政府都已经达成了就一致了嘛，就是要把这个女的抓回去了。因为她的那个姐姐还有另外一个共犯，就是她的姐姐的前夫，反正已经就是这个事情大致的都已经说了嘛，对吧？那么就要把她给抓回去啊，但是意大利就是不放。意大利就是不放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女的呢，她的哥哥，要在就是欧洲这边给她开一个旅行社啊，因为这个女的不知道怎么，她就通过什么孩子啊什么，她就混到了那个犹太人的圈层啊，就是在欧洲也有犹太人的社区、犹太人圈层。然后呢，她想专门做就是犹太人来这边旅游的生意，他就让他的哥哥呢注册了一个公司，就是他自己的名字肯定不敢注册了嘛，对吧？他躲起来，让他哥哥注册。注册完以后呢，他就以这个公司的员工啊，就去接客户什么的。这个时候呢 ，FBI 呢，他就开始跟西班牙谈啊，他说这个西班牙能不能给我把这个人给引渡回来？那么西班牙这边呢，就跟他谈啊谈啊谈，最后西班牙就同意了，所以西班牙就跟美国做了一个交易啊，说可以的，就是我们愿意，就意大利不肯，西班牙同意啊。然后呢 ，FBI 呢就伪装成一个旅游团，啊，说就给他写邮件说就是这个有旅游团要来西班牙旅游啊，要来西班牙，要来游览欧洲啊。然后这个女的就跑到西班牙来了，一到西班牙就把她给抓住了。抓住以后，本来以为就很快的把她引渡回去了，对吧？结果没有。为什么？啊，这个女的就超牛逼。这个女的呢，她在牢里面，就西班牙人可以把她先关起来嘛，关起来就慢慢的引渡嘛，对吧？要办这种手续流程嘛。然后呢，这个女的呢，她就在牢里面，在牢里面啊，就我不知道西班牙的监狱是怎么样子的啊，她就和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小偷啊，也是一个在西班牙这边就是因为什么毒品犯罪，反正男的国籍是意大利，就跟这个一个小偷啊在一起就约炮了，约炮了以后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怀孕了，所以我对这个西班牙这个监狱我也觉得好奇怪啊，很神奇，男女不应该是分开的吗？啊，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特别神奇，特别牛逼。这女的就怀孕了啊，父亲就是那个，而且呢，她就又有理由了。她说我现在是一个西班牙那个孩子的母亲啊，她说你们不能把我给引渡。她也不能算西班牙孩子的母亲啊。这个肯定是律师帮她去办妥了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不懂，对吧？有可能是她又以这个名誉啊什么的去申请了什么政治避难啊，或者她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了西班牙身份？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律师帮他去搞的啊，就是他反正媒体上是这么报道的，说就 BBC 是这么报道的啊，说就是他又以这个孩子的母亲要求不引渡啊，但是西班牙可不管他啊，西班牙就驳回，直接就是 FBI 派专机就把他还有那个孩子一起给带走了。他已经在监狱里面生了孩子，生了孩子，还跟那个男的办了婚礼。这么奇怪啊！对，然后就又把他，就是 FBI 直接发专机啊，发专机把他给孩子一起带走，带走以后就是带到波多黎各以后，波多黎各那边就是把他跟孩子就分开了啊，然后就对他进行审判。但事实上呢，西班牙也是跟美国签了一个协议的
签了一个什么协议呢？就是说美国你可以把这个人给带走，但是呢，你判他一定要是和西班牙法律在这里判他是最高刑期是一致的，懂吗？就是比如说他在西班牙，他这个罪，西班牙是没死刑的，判他无期徒刑，那么你美国要同意，你同意回去判他这个无期徒刑，那么我们就给你带走。但是呢，就是等于你就美国赚了个面子，对吧？把逃犯给赚回来了啊，就安抚了人心。但我西班牙呢，就是我里子也要赚到，对吧？我们是讲人权的，对吧？你也不能就是把他把他给就判死刑。然后这个女的呢就被抓回去以后呢，就是判了那个无期徒刑啊。你听完这个，你觉得有什么感想吗？我觉得这女的好强大呀！就这个案件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被判无期徒刑，就他的姐夫啊，还有他的姐姐啊，还有他4个人，对，4个人全是无期徒刑，对，而且就是其实他和那个就雇佣的凶手，那个凶手是当地的一个专门反正就搞毒品的一个人，也不是什么黑社会的大佬，就是一个搞毒品的。他跟那个人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就那种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一般就是我觉得肯为他去搞这种事的，一般都是有点这种关系的，就不是这种很单纯的雇一个人。那他也得不偿失哦。我觉得他离婚就是拿30万也挺好的呀，但是他很贪心哦，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女的她就是想跨越阶级，想向上，对吧？啊，然后呢，就是她对这个男的她没有感情，她就是为了钱，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她没有就是说想着跟这个男的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就合理的来讲，就是他这个男的就谈一个数字，啊，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就他也不用去杀那个男的，对吧？然后就可以谈嘛，那你觉得给多少，对吧？你觉得给800万太多了，这个但是我们签了一个协议，我也不想跟你打官司，对吧？但是就你多少给一点，就如果就是只是看钱的这部分，对吧？那男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想甩掉这个烫手的这个山芋啊，他也愿意多少去给一点的，对吧？你不说给个那个800，你给个100、200，对吧？我觉得这男的应该也是肯的。啊，因为对他这个财富来讲，拿掉1/10，没什么那个，对吧？我觉得他们最主要是就是这个女的，她可能也是听了她的姐姐啊，或者她家里面人啊，然后就脑子一昏，对吧？就开始了后半生的亡命生涯，对吧？但苦呢就苦了这个3个孩子，对啊，这3个孩子其实很可怜，对，其实这3个孩子都不是他想生的，都是因为就是他要亡命，对，想逃，想不被抓回去，对吧？这女的其实她也没想到什么好的生活，就她跟那男的大概在一起1-2年就享受了一点，不是几个月吗？没有，她2003年认识的嘛，后面这段时间就2年嘛，后面就开始一直逃亡，也没过什么很好的生活，对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给我的启示就是，做人不能太贪心，就知足者常乐，对啊。好吧，也希望就是网友们，你们看看，你们看了这个以后，你们觉得有什么感想啊？也希望留下你们的意见，谢谢。